我小时候，我太爷还活着，他总去后山的乱葬岗挖人骨头，还把挖出来的人骨头带回家。我奶嫌晦气，就劝我太爷爹，这东西你别往家里拿，瘆得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太爷坐在板凳上，抽着旱烟，他脚边放着一个竹筐，竹筐里装满了人骨头，有肋骨、大腿骨，还有半块头骨，看起来瘆人。我太爷眯缝着眼睛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懂啥？这死人的骨头可是好东西，明天我还去挖。”我们村后山的乱葬岗上有很多尸骨，传闻100年前村里发生过一场瘟疫，死了很多人，这些人的尸体都被搬到后山上，一把火烧了，但骨头还在，都埋在了土里。平常根本没人敢去乱葬岗，只有我太爷敢去。我太爷说完这话，就拎着竹筐进了西屋。大热的天，他还把西屋的门关上，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啥。我奶皱了皱眉头，她看向我爷说：“就知道抽烟，你也不劝劝爹。”我爷愣了几秒，把手里的旱烟放下，他陪着笑脸说：“爹都10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活几年？你就别管他了，他想干啥就干啥吧。”我奶冷哼一声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爹身体好，说不定比咱俩活的时间都长。”我奶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西屋，好像故意说给我太爷听。我爷啧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老婆子，你快去做饭吧，锁头都饿了。”锁头是我的小名。我奶瞪了我爷一眼，转身进了厨房去做饭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奶就把饭菜做好，她把饭菜端上桌。我奶说：“锁头，喊你太爷吃饭。”我跑到西屋门口，喊了一声：“太爷，吃饭。”没人回应。我直接进了西屋，只见我太爷坐在地上，他面前摆着一大块磨刀石，他一只手按着磨刀石，另外一只手拿着人头骨，他把人头骨按在磨刀石上来回磨，那磨刀石上有很少的粉末。我太爷见我进屋，他先是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开口说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我太爷虽然年纪大，但他身体一直很好，说话的底气很足。我说：“我奶让我喊你吃饭。”我太爷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饿。”我也不敢多问，就跑回东屋。刚进屋，我爷就问：“你太爷呢？咋没来吃饭？”我太爷说他不饿。我坐在板凳上，拿了个窝头吃，我奶又给我盛了一碗汤喝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把手里的窝头放下，我去看看。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太爷就从西屋出来，他慢悠悠地进了东屋。见我太爷进屋，我爷说：“爹，你咋才来吃饭？”我太爷像是没听见我爷说话，他脱了鞋，直接上了土炕。我奶又给我太爷盛了一碗汤，还给他拿了窝头。我太爷眯了眯眼睛，他把左手伸出来，手心里放着粉末，他把粉末放进汤里，端起汤碗，几口就把汤喝干净。我爷问：“爹，你往汤里放啥了？”喝完汤，我太爷满意的笑了笑，他也没说汤里放了啥，他直接下了土炕，朝着西屋走。我爷我奶对视一眼，眼神里带着困惑。我说：“我刚才去喊我太爷吃饭，我看见他把人骨头放在磨刀石上磨，人骨头都被他磨成粉末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我爷我奶就瞪大了眼睛。我爷说：“锁头，这话可不敢乱说，你真看见了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真看见了。我奶朝着屋外看了一眼，确定我太爷进了西屋，他才回过头说：“老头子，咱爹怕是要成精。”我爷皱紧眉头，他小声呵斥道：“你少胡说！”见我爷生气，我奶瞬间也来了脾气。我太爷在我家住了半辈子，一直都是我奶伺候着。前几年我太爷还算是通情达理，没那么多事，可这2年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经常故意气我奶。看在我爷的面子上，我奶才一直忍着。我奶说：“孙老五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咱爹都100多岁的人了，他的胡子还是黑色的，这不怪吗？”我爷比我太爷小40几岁，他的胡子都发白了，我太爷的胡子却是黑色的。见我爷不说话，我奶又说：“咱爹捡死人的骨头，这本来就会气，
他还把死人的骨头磨成粉吃下去，我看他就是想成精。听我奶这样说，我爷爷吃不下去饭，他站起身说：“我去问问爹。”我爷刚要往出走，就被我奶拦住。我奶说：“你问爹也没用，爹不会说实话的。等明天我去陈瞎子家问问，这到底是咋回事。”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说：“不行，我还是得去问问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去了西屋。我奶叹了口气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叫什么事？”我爷进西屋没一会儿，我就听西屋里传来我太爷的骂声：“你个不孝顺的白眼狼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当初老子就不该生你，养你这个白眼狼，还敢管老子，你个混账东西！”我太爷骂得太难听，我奶听不下去了，他跑到院子里，朝着西屋里面喊：“爹，我们两口子伺候你半辈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咋就成白眼狼了？”我奶话音刚落，我爷就被我太爷从西屋推出来。我太爷站在门口，冷眼看着我奶，看我奶的眼神透着凶狠，仿佛要把我奶活活掐死。我太爷恶狠狠地说：“我骂你们咋了？骂你们活该！再敢管我的事，我拿刀砍死你们这群白眼狼！”我太爷说这话的时候，嘴张得老大，露出他那一口黄牙，像是要吃人。我太爷说完这话，就把西屋的门关上。我奶走到我爷旁边，把我爷扶了起来。我爷皱紧眉头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。我爷朝着西屋喊：“爹，那骨头粉末不能吃，会出人命的。”我奶拽了拽我爷的胳膊，他说：“行了，别喊了，爹又不听你的。我现在就去陈瞎子家问问。陈瞎子能掐会算，10里8村的人都知道他。”我爷说：“明日一早去吧，现在去太晚了。陈瞎子住在旁边村子，距离我家有点远。我奶要是现在去，估计半夜才能回来。”我奶皱了皱眉头，他又朝着西屋看了一眼：“行吧，明天一早去。”我奶说完这话，就进了东屋。我爷坐在院里的板凳上，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盯着西屋看，他怕我太爷闹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奶把饭菜端上桌，我太爷慢悠悠地进屋，他左手里又拿着骨头粉末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说：“爹，那东西不能吃。”我太爷瞪了我爷一眼，他自顾自地把骨头粉末放到汤里，又用筷子搅了几下。加了骨头粉末的汤有一股怪味，像是鱼腥味儿。我太爷把汤碗端起来，刚要张口喝，就被我爷拦住。我爷把汤碗抢了下来：“爹，你咋就不听劝？这东西不能喝。”我太爷阴着脸，他恶狠狠地看着我爷说：“把汤给我。”我爷没说话，他拿汤碗的手举得老高，就怕我太爷抢到。见我爷不给他汤碗，我太爷急了，他直接把饭桌子掀翻，桌子上的碗筷都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“把汤给我！”我太爷朝着我爷喊。我爷看着满地的碎碗，瞬间变了脸色，啪的一声，我爷把手里的碗摔到地上。他朝着我太爷喊：“你到底想干啥？”我太爷瞪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那摔碎的碗看，他像是疯了，朝着我爷扑了过去，把我爷的脸、脖子都抓出了血。我太爷面露凶相，他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刺耳：“不孝顺的白眼狼，我就该把你杀了，把你们都杀了。”我奶急忙过去拉架，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我太爷拉开。我太爷眼睛发红，红得吓人，像是中了邪。他死死盯着屋里人，看了一会儿后，他转头就走。我太爷没有回西屋，而是拎着竹筐朝院外走。我猜他又是去后山挖人骨头。我爷叹了口气，他瘫坐在土炕上，他说：“老婆子，咱爹是不是疯了？刚才他看我的眼神，分明是想杀了我。”我奶也叹了口气，他说：“老头子，要不咱现在就去陈瞎子家吧，我怕耽搁久了会出大事。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说：“行，我去院里套驴车。”我和我奶把地上的碎碗收拾干净，等我爷把驴车套好，我俩就上了驴车。去陈瞎子家要经过一座吊桥，吊桥底下是河，这吊桥也很奇怪，每隔10几年就会断开一次。但这吊桥又是出村最近的路，没办法，只能每年加固，但还是淹死过不少人。
我奶把我的眼睛捂住，她在我耳边说：“锁头，把眼睛闭上。”等过了吊桥，我奶才把手拿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到陈瞎子家。陈瞎子家已经熄灯，他家院门是开着的，我们几个人直接进了院。我爷敲了敲陈瞎子家东屋的门：“半仙，半仙在家吗？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屋里就传来陈瞎子的声音：“进来吧。”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。我爷把屋门推开，我们几个人进了屋。这陈瞎子没开灯，只能借着月光看东西。我看见陈瞎子躺在土炕上，他背对着我们，我看这背影有点熟。我爷刚要开口，那陈瞎子就先说话：“桌子上有香，把香拿回去，每日50点燃3根香，连着点7日，这事就算破。”我爷我奶皆是一愣，眼神里带着震惊。我爷走到桌子旁边，那桌子上还真放着一盒香。我爷拿了香，他开口说：“半仙，我爹这事是咋碰上的？”陈瞎子没说话，他依旧是背对着我们。见陈瞎子不说话，我奶拉了拉我爷的胳膊，用眼神示意我爷离开。我奶从口袋里掏出钱，他把钱放到桌子：“半仙，多谢了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就走了。”陈瞎子依旧没说话。从屋里出来，我奶把陈瞎子家门关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爷说：“这陈瞎子还真是有本事，咱还没开口说，他就全知道了。”我奶笑着说：“要不咋叫半仙？这钱花得值。”我爷点了点头，他原本板着的脸总算是有点笑模样了。回家的路很近，我缩在我奶怀里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等到了家，我奶才把我喊醒，锁头，回屋睡去。我奶把东屋的钥匙塞到我手里，让我去开门。他和我爷在院里弄驴车。进了东屋，我把屋里的灯打开，又把被褥铺好。我刚要躺下睡觉，就听见院里传来我爷的声音：“爹，你咋才回来？还挖了这么多人骨头，你也不嫌晦气？”我爬到窗户旁边，就看见我太爷站在院子里，他的鞋上、裤腿上都是发红的淤泥。那种淤泥只有乱葬岗上有，很臭，像是腐烂的尸臭味。我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后山的乱葬岗上埋葬很多横死的人，那把大火虽然将尸体烧干净了，但是油都渗透到土里了，所以那地方的土都变成了淤泥，搞不好人都能陷进去。我太爷把手里的竹筐扔到地上，他抬起手就扇了我爷一巴掌，嘴里还骂着：“你个白眼狼，啥时候轮到你管我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，你怕我活着，怕我活的时间长，心里盼着我早死。我告诉你，你得死我前面，你等着吧。”我太爷面露凶相，他说完这话还大笑起来，那笑声瘆人，是那种奸笑，仿佛要对我爷下黑手，害死我爷。我爷皱紧眉头，他除了叹气什么都没说。他看我太爷的眼神很复杂，说不上来他心里在想啥。反倒是我奶开口，我奶没好气地说：“爹，人说话要讲良心，我们两口子年纪也不小了，还费心费力地伺候你，你还不领情，还这么骂我们两口子。要我说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就自己搬出去住，我明天就去村西头把那老房子收拾出来。”村西头的老房子是太爷的，自从我太奶死了，我太爷就搬到我家住，那老房子也没卖，一直空着，几十年没住人了。听我奶这么说，我太爷瞬间变了脸色，他生气地说：“那老房子空了几十年，谁知道里面住了啥东西？你让我搬过去住，你是想害死我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”我太爷又开始骂我奶，他骂我奶的时候，还特意看了我爷一眼。我爷没看我太爷，他蹲在地上抽着闷烟，也不知道在想啥。我奶可不像我爷那么好脾气，我奶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连乱葬岗上的人骨头都敢挖，还有啥可怕的？那老房子收拾收拾就能住人，我明天就去收拾，后天就把你送过去。”我太爷瞪了我奶一眼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早晚把你杀了。”我太爷说完这话，拎着竹筐朝西屋走。他进了西屋，把西屋的门关上，还从里面上了锁。我奶叹了口气，
他说：“真是作孽，摊上这个破事。”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西屋里传来声音：“刺啦，刺啦！”我太爷在磨人骨头。我奶气得直跺脚，他朝着西屋喊：“大半夜的作妖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”我太爷像是没听见，继续磨着人骨头，刺耳的声音从西屋传出来。我爷把手里的旱烟扔到地上，他说：“老婆子，回屋睡觉吧，明天我把香点上。”我奶瞪了我爷一眼，气冲冲地回了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奶把饭菜端上桌，她说：“喊你太爷吃饭。”我不敢进西屋喊，就站在院里喊了一声：“太爷，吃饭。”喊完，我就跑回东屋。我太爷慢悠悠地从西屋出来，但他没来东屋吃饭，而且走到鸡圈旁边。他背着手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几只鸡看。我奶把碗筷放下，直接去了院里。他大声说：“爹，你咋不进屋吃饭？这几只鸡是我留着下蛋用的。小庆他媳妇快生了，我得给小庆媳妇攒笨鸡蛋。小庆是我小叔的名字，他在城里和我小婶结婚了，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。”我太爷阴着脸，他说：“家里都多长时间没杀鸡了？我馋鸡肉了，给我杀一只。”我奶说：“不行，这鸡不能杀。”我太爷瞪大了眼睛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奶看，我100多岁的人了，想吃只鸡都不行。你们还是人吗？我太爷说完这话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在地上打滚，连滚带爬的，嘴里还骂着这不孝顺的东西，还让不让我活了？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过去拉我太爷，却被我太爷推开。我太爷不仅在地上打滚，他还用脑袋撞地，咚咚咚几声，他的额头都磕青了。我爷大声说：“爹，你别做了，给你杀还不行吗？”我奶看向我爷，他说：“就这几只鸡，咋杀？”我爷说：“把那公鸡杀了，明天我去镇上再买只公鸡回来。”见我爷答应，我太爷才不闹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杀，马上杀。”我爷一脸的无奈，他进了仓房，从仓房里拿出一把菜刀，又拿出一个碗，他把公鸡抓到，直接杀了，公鸡的血流了一小碗。我太爷看见那碗公鸡血，他的眼睛都冒绿光。我爷把公鸡递到我奶手里，我奶瞪了我爷一眼，别忘了正事。我奶再提醒我爷点香，再过一会儿就是50。我爷说没忘。我奶拎着公鸡就进了仓房。我太爷说：“把血给我。”我爷困惑地说：“你要血干啥？”我太爷直接上手抢，他抢到手后径直进了西屋。我也急忙跟了进去，我也凑了进去。只见我太爷把骨头粉末倒进公鸡血里，没等我爷反应过来，那一碗掺了骨头粉末的公鸡血被我太爷喝了下去。他那发黄的牙上沾满了公鸡血，看起来很诡异，像是吃了死孩子。我太爷大笑几声，笑得肩膀都发抖，就要成了，就要成了，谁也别想拦着我永生。我爷瞬间变了脸色，他怒吼道：“疯了！你疯了！”我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我们村曾经出现过一个永生的人，他活了几百年，要不是那场瘟疫，他也不会被发现。后来那永生的人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奶就进了西屋，他把我爷拽到院子里：“老头子，你别忘了正事。”我奶说这话的时候，还回头看了一眼西屋，只见我太爷的脸贴在窗户上，眼睛死死盯着我们看。我奶说话的声音很小，我太爷根本听不见。我爷冷静下来，他进了东屋，我和我奶也跟了进去。我爷从抽屉里拿出3根香，这香的颜色竟然是白色的，香很长又很细。我爷说：“老婆子，拿半碗糯米来。”我奶把碗端过来，放到桌子上。我爷把3根香插进碗里，又把香点燃。这香的气味很怪，有点像鱼腥味，整个东屋都是鱼腥味。我奶说：“这香的气味咋这么怪？”我爷干咳2声，他说：“老婆子，你去做饭吧，我守着香。”我奶点了点头，就去了仓房。我嫌这香的味道难闻，就跑到院子里。可在院子里，
我也能闻到这香的气味，只是比屋里淡了点。别看这香细，可烧的却很慢，天都黑了才烧掉一半。我嫌香的气味难闻，就让我奶把吃饭的桌子搬到院里，在院里吃饭。我奶朝着东屋喊了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吃饭了。”我爷说：“你们先吃，我守着香。”我奶盛了碗菜汤，又拿了2个窝头送到东屋。我自己坐在凳子上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人在看我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只见我太爷的脸贴在窗户上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看，仿佛要把我吃掉。虽然西屋的门锁着，但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太爷，我害怕他会出来。我拿了个窝头就跑进了东屋，只见我爷坐在土炕上，他的脸色很差，蜡黄。明明中午的时候他的脸色还正常，咋突然变成这样？我爷猛地咳嗽几声，看起来很痛苦。我奶拍了拍我爷的后背，咋突然咳嗽上了？我爷说没啥事，我刚才又抽旱烟了。我爷说完这话，继续吃饭。我奶说这香咋烧得这么慢？我爷摇了摇头，等哪天去问问陈瞎子，别管我了，你们也快去吃饭。我奶皱了皱眉头，她说少抽点烟。我奶说完这话，就领着我去院里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总能看见我太爷，他趴在窗户旁边看我，还朝着我笑。他原本发黄的牙，此刻竟然有点发黑，看起来很诡异。见我太爷吓唬我，我奶就朝着西屋喊了一声：“再闹就把西屋房子烧了。”这话果然有效，我太爷把西屋的灯关了，也不朝着我笑了。吃完饭，我奶领着我进东屋睡觉，那香还没有烧干净，还剩下1/3。我奶怕我被香熏到，她特别把门打开一个缝。等到第2天早上，这香才烧干净。我爷猛地咳嗽几声，他的咳嗽又变严重了，他的脸色不仅发黄，还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像是病了。我奶皱紧眉头，她说：“让你少抽点烟，你就是不听。”我爷说：“我没抽烟。”我奶说：“咋总咳嗽？要不去镇上医院看看？”我爷摇了摇头：“不用。”我爷把西屋的门打开，让我太爷出来走走，晒晒太阳。可我太爷死活不出来，他就坐在土炕上，朝着我爷笑。我爷说：“爹，你总不能一直待在屋里，出来晒晒太阳。”白天的时候，我爷就想我太爷出来走走；晚上的时候，我爷怕我太爷去后山挖坟，就把西屋的门锁上。我太爷笑着说：“你快死了。”我太爷说这话的时候笑出声，他原本发黄的牙齿，此刻变得发黑，比昨天我看见的还要黑。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说：“爹，你就这么盼着我死？”我太爷阴着脸，他瞪了我爷一眼：“别叫我爹，我可养不出你这种白眼狼，快滚出去，一身死人味儿。”我爷被气个半死，连着咳嗽几声。我奶把我爷喊了出去，她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别听爹胡说，他那是中邪糊涂了，你别忘了正事。”我爷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叫什么事？真是作孽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就进了东屋。他又从抽屉里拿出3根香，把3根香点上，鱼腥味更重了，好难闻。就这样，我家连着点了3天的香，我太爷根本不见好转，和之前一样，反倒是我爷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，瘦了好多，甚至咳出血。我奶说：“老头子，我感觉不对劲，自从点香，你这身体越来越差，咱们去陈瞎子家问问，到底咋回事？”我爷的脸色难看，他说：“我也感觉不对劲，咱去问问。”我爷病了，他变得没力气，就连套驴车这种活都是我奶干的。我奶把驴车套好，他又把西屋的门锁上。我太爷趴在窗户旁边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。他那原本发黄的牙，此刻已经完全变黑，透着阴森。我奶赶着驴车带我们去陈瞎子家，走了好久才到陈瞎子家。陈瞎子家的大门是开着的，里面的屋门也是开着的。我奶喊了一声“半仙”，没人回应。陈瞎子去哪里了？我奶又喊了一声“半仙”，还是没人回应。我们在陈瞎子家等了1晚上，还没等到陈瞎子，
没办法，只能先回家。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个乞丐，这乞丐穿得破破烂烂，手上还拿着一个要饭碗。这乞丐拦路，伸出手跟我爷要钱。他说：“好心人，我快饿死了。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犹豫了几秒，还是从口袋里拿出钱，递到乞丐手里：“拿走吧。”那乞丐接过钱，脸上露出笑。他看着我爷说：“你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孝子。我不忍心看你被那老妖怪骗，我就跟你多说几句。”我爷愣了几秒，和我奶对视一眼。我奶就问乞丐：“你想说啥？”那乞丐开口说：“你家里住了个吃人的老妖精，你们还用死人香供奉他，要想活命，就得把这老妖精淹死。”乞丐话音刚落，我爷我奶就变了脸色。我爷说：“你瞎说啥？那是我爹，我都找陈瞎子问过了，家里点上香就能破这事。”见我爷生气，那乞丐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那香发白，又细又长，分明是用骨灰做的香，这香又叫死人香，专门吸活人的阳气。你点香3天，那老妖精快把你的阳气吸干了。”我爷瞬间变了脸色，眼神里带着惊恐。这香可是陈瞎子给我的。那乞丐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那陈瞎子3天前就死了，至于你爹，他20年前就死了，白白让那老妖精占了肉身。”那乞丐说完这话，突然消失了。我爷给他的钱落在驴车上。我爷和我奶对视一眼，我奶小声说：“这是遇见真仙了。”我爷和我奶下了驴车，朝东磕了3个响头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奶说：“老头子，咱咋把这老妖怪淹死？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说：“先把他灌醉。”我太爷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喝酒，嗜酒如命，后来是我爷不让他喝酒，他才把酒戒了。我奶赶着驴车到了王老五家，王老五家是卖白酒的，我爷在他家买了一大桶白酒，把白酒抬上驴车。等到了家，我爷就把西屋的门打开，我太爷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还知道回来？老子差点活活饿死。”我爷说：“老婆子，你快去做饭，再把家里的鸡杀了，给爹补补身体。”我奶应和着我去杀鸡。我奶进了鸡圈，抓起一只小母鸡杀了，那鸡血流了小半碗。我奶把碗递到我手里锁头，把鸡血给你太爷送过去。我捧着碗进了西屋，把碗递到我太爷手里。我太爷的眼珠子来回转了2圈，他看着碗里的鸡血，咽了咽口水。他问我爷咋突然这么孝顺。我爷陪着笑脸，他说：“爹，前几天是我犯糊涂，你是我亲爹，你想干啥我都应该顺着你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还跪在地上给我太爷磕了3个响头。我太爷眯缝着眼睛，笑着说：“去把香点上，我爱闻那香味。”我太爷说完这话，捧起饭碗，几口就把鸡血喝了。一听点香，我爷瞬间变了脸色。他说：“爹，现在还不是点香的时候，等吃完饭，我就去把香点上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太爷就变了脸色，他把碗摔在地上，怒吼道：“你个白眼狼，快去把香点上！”我奶突然进了西屋，她笑着说：“爹，饭菜做好了，我特意放了你爱吃的骨头粉末，咱先吃饭，吃完饭就点香。”我太爷眯了眯眼睛，像是在打量我奶，过了几秒，他又笑出声。我太爷从土炕上下来，径直走到院子里，屋内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我爷说：“咋这么快就做好了？”我奶说：“根本没熟，他又不是人，他吃不出来。”我奶说的没错，那鸡腿还在流血，我太爷像是看不见似的，还在大口的吃。他甚至把鸡骨头都嚼碎了。我爷把那一桶白酒扛过来，给我太爷倒了一大碗白酒，又给他自己倒了一大碗。我爷说：“爹，白酒，你尝尝。”我太爷看见白酒，眼睛都冒着绿光，他端起碗，咕咚咕咚几大口，就把碗里的白酒喝干净。我太爷说：“你从来不让我喝酒，今天咋让了？”我爷干笑2声说：“从前是我不懂事，爹，从今往后你想干啥我都不拦着你。你想要乱葬岗上的人骨头，我跟你一起去挖；你想喝酒，我就买酒给你喝；你想吃肉，我就买肉给你吃。”我太爷盯着我爷的眼睛看了看，
他大声说：“孙老五，你说的话我记下了。”我爷又给我太爷倒酒，倒一碗，我太爷就喝一碗。我太爷连着喝了8、9碗，他整个人趴在桌子上，呼呼大睡起来。我爷和我奶对视一眼，老头子，快去套驴车。我爷点了点头，他起身去套驴车。套好驴车，他又和我奶合伙，把我太爷抬到驴车上。我太爷躺在驴车上，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这是干啥？要带我去哪里？我爷说去镇上，去镇上看病。20年前，我太爷生了一场大病，家里的钱都用来给他看病，我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穷的。后来，我太爷的病虽然好转，但常年需要吃药，那白色的药片足足有10几罐子，都快堆成小山。我太爷说不去，看病太费钱，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我埋了就行。我太爷话音刚落，我爷就变了脸色，他说：“爹，你说啥胡话？”我太爷说：“你找个河沟，把我扔进去淹死，我活着也是累赘。”我爷皱紧眉头，眼神里带着愧疚。我奶也上了驴车，他推了推我爷的肩膀，小声说：“老头子，你醒醒，别被这老妖精骗了。”我爷这才回过神，赶着驴车往院外走。我太爷说：“我养了你们兄弟3个，就属你最孝顺，另外2个都是白眼狼，都不知道回来看看我。”我太爷一共有3个儿子，另外2个都在城里，而且混得都很好，但一直没回来过，也没给我太爷打过钱。见我爷不说话，我太爷又说：“我还留了个宝贝，就在老房子里，你把我送到老房子里，我把宝贝挖出来给你。”我爷继续赶着驴车，连头都没回，像是没听见我太爷说话。我太爷想坐起来，可他已经喝醉了，根本没力气坐起来。我太爷又开口：“你娘死得早，我自己把你们兄弟3个养大，现在我年纪大了，成了累赘。你就算不想养我，也不能杀我啊！你随便找个地方把我扔下，让我当个乞丐也行啊！”我太爷说完这话，开始哭，他哭得很伤心，仿佛前几天骂我爷我奶的人不是他。我爷回过头看了看，又被我奶拽了下衣服。等到了桥边，我爷说：“老婆子，你把锁头抱下去，这桥禁不住这么多人。”我奶皱了皱眉头，她凑到我爷耳边说：“老头子，这老妖怪说啥你都不能信，把他扔下去，别犹豫。”我爷点了点头，他说：“放心吧。”我奶把我从驴车上抱了下去，他领着我站在桥边等着。我爷赶着驴车上了吊桥，走到桥中间的时候，驴车停下来。只见我太爷坐了起来，不知道他对我爷说了啥，我爷竟然哭了，我爷还用手砸自己的脑袋。这一幕看得我奶心惊肉跳，他急忙朝着我爷喊了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快把这老妖精扔下去！”我奶话音刚落，原本缓慢的水流突然变得湍急，河水在上涨，吊桥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这吊桥仿佛要坏掉。我奶大喊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快回来！”我奶话音刚落，这吊桥突然断开，我太爷和我爷都掉进了河里。河水很急，很快，我奶朝着下游跑，但河水太快，我爷和我太爷很快就没影了。等我们跑到下游，只见我爷已经爬上岸，他浑身已经湿透，趴在地上大口的喘气。我奶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吓死我了。”我爷说：“我没事。”我奶说：“那老妖怪尸体，咱还找不？”我爷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不找了。”我奶把我爷扶起来，朝着家走。我爷掉进河里，还受了惊吓，一直高烧不退。我奶就一直陪在我爷身边伺候。等到了晚上，我爷的烧才退下，我奶这才敢闭眼睛睡觉，我也闭眼睛睡觉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刺啦刺啦的声音，我坐了起来，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只见我爷蹲在地上，正磨着人骨头，他的眼睛冒着绿光。他见我醒了，还朝着我笑了笑。恍惚之间，我好像看见了我太爷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